Hello，各位小伙伴，接下来的话呢，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模型相关的岗位啊，因为有很多兄弟们呢想进来，但是呢又不知道大模型具体能够做什么啊，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大家的过往的学习经历不同、学历不同、专业不同、工作经历也不同，包括你的兴趣爱好也不同，所以呢，在大模型当中啊，你所定位的岗位呢也有所不同。这张图呢就基本上罗列出来了我们主要的一些岗位，那咱们一起呢进行一个了解。那咱们就从下往上的顺序呢依次进行说明。最下层呢，咱们就涉及到这个模型是不是真正的要部署到一些这个服务器上。那相对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GPU 和 TPU， 对吧？所以这儿呢就涉及到大模型的运维和 infra 工程师这样的一个岗位。那么这些岗位的话呢，尤其像 infra 工程师，在互联网大厂当中，尤其呢是具备这个基座模型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当中呢，岗位呢需求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阿里的团队是吧？那这儿呢就涉及到了对这些卡呢进行部署和优化啊。这儿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端的一个岗位，稍微偏硬件一些啊。然后再往上一下的话呢，就涉及到叫数据开发和清洗工程师。这个岗位呢不是特别高端，但是呢对于训练模型来讲呢又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模型训练呢，之前需要大量的语料，对吧？这个语料的话呢需要进行这个清洗标注。这儿呢这个岗位就是做这个事儿的，不高端啊，不高端。然后再往上的话呢是一个特别高端的，叫做大模型基座开发和优化工程师。这个岗位的话呢，对学历要求特别高，可能默认啊都得是博士，薪资水平倒是很高。你比如我之前问到这个千问团队，他们的一个博士，如果呢你毕业的时候呢有10篇的顶刊的话，直接入职以后的薪资呢就可以达到年薪150万到200万，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啊。但是大家注意呢，这个岗位呢招的人其实也不多啊，一般的一个基座模型大概就20-30个人就够了。OK， 是这样个情况。那这儿呢就理论上来讲，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广义上的各位小伙伴了，是吧？这呢只有一波人特别牛的才行啊，像小米的这个罗福利啊，包括呢像这个前段时间入职这个腾讯的叫姚顺宇啊，那这些人呢都非常优秀啊，只有那么一小波人才能够做这个岗位。再往上的话呢，其实就是大家广义上呢可以去涉猎的2类岗位，相应的人也非常的多。比如第一类呢叫做大模型微调和算法工程师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基座模型它匹配具体的行业的时候呢，可能幻觉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儿呢，我们就有必要呢，在具体的行业，像制造、医疗、金融和电商领域里边，我们再进行微调和后训练。包括呢，在这个多模态领域当中，现在呢，像这个图像、音频、视频它们生成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也需要呢这个微调和算法工程师进行这种后训练。那么这儿呢是需要一波人的。相对来讲，如果你的学历呢是1本级以上的双一流、211、985，那么大家呢是可以考虑呢去做这个微调和算法工程师的。OK，这个岗位呢比下边这个岗位呢要多很多了。然后再往上的话呢，这个岗位更多，叫做大模型与 Agent 应用开发工程师。上面的话呢，咱们是不是也讲到了具体的一些应用啊？那我们学习 Langchain 大家主要做的其实就是咱们这一层的工作。那我们可以呢基于这个 B 端、C 端、G 端等等各个场景，从这个央国企到互联网的中大厂，到这种小厂和创业公司，包括呢我也接触到了很多像杭州的那些巨人智能的公司，都是创业型的公司非常小，但是呢大家都在大量的招聘大模型的一些人包括呢还有像深圳呢跟我对接过的这个做支架的他们也需要很多大模型相关的一些工程师做这个智能体。那这块呢是这个岗位非常之多的。那咱们要想呢去做这个方向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来学习 Langchain 这样的框架。这呢就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岗位当然了，大家如果是做这个微调和算法工程师的最好呢你也去接触具体的 Agent 的应用因为你要应用这块都不清楚，直接去做微调可能意义也不大因为我们微调的目的呢，是不是也是为这个应用来服务的呀？所以呢，这里边就有一句话，应用开发实际上是大模型最值得关注的方向因为应用为王。岗位需求也是最多的。那么 Langchain 呢，就是来高效开发大模型应用的。行，那这儿呢，咱们就说清楚了这样一些岗位，大家呢也做到心里有数。